如果一个女生哭了，给人的感觉是昆山玉碎，芙蓉泣露，梨花带雨，我见犹怜；而如果一个男人哭了，软弱、矫情、窝囊、娘们儿，我甚至都找不到一个褒义的4字成语。男性表达脆弱是很难被理解和共情的。我说我很无助，跟我说我不是男人几乎是一个意思。为了不被剥夺社会性别，男人不惜牺牲道德准则，把抑郁情绪投射到很爷们儿的行为上，易怒、酗酒、家暴、自残。Hello， 宝子们，我是星河。今天咱们聊聊最不被社会理解的心理问题——男性抑郁。你一定想不到，一个男人在情绪失控之前到底压抑了多久，而他们在爆发之后又释放了哪些求救信号？展示脆弱几乎是女性的专属特权。一个女生伤心了，可以毫无顾虑地告诉闺蜜：“我需要你过来陪陪我。”然后诉苦、痛哭、发泄。而如果一个男性朋友这样给你发微信，我猜你不会去陪他，可能还要骂一句：“你神经病啊！”所以男生表达负面情绪往往伴随着隐晦的偷感，比如在纠结了几个小时之后，给兄弟发了一条：“晚上有空没？出来喝点。”然后就都在酒里了。比如下班后把车开到地下室，在只属于自己的短暂时间里，一根又一根的抽烟。再比如当别人看出自己表情失控时，总是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强装镇定，没事儿，就是有点累了。再硬核的男人都有脆弱的一面，只是他不愿意暴露脆弱，影响自己的硬核形象。而且硬核不是男性的专属特权，事实上男性抑郁也会出现在承担男性性别角色的女性身上，比如单身母亲。所以今天咱们聊的男性抑郁，准确的说应该叫男性化抑郁。在男性群体中，抑郁就像是心照不宣的红线话题，谁提了谁就会被其他男性歧视，即便歧视他的人可能也偷偷抑郁。可惜忽视和回避的防御机制并不能消除问题，有时候反而会放大问题。在很多关于抑郁障碍的调查中，女性的患病风险普遍高于男性，但问题是，在抑郁症状比较严重的患者中，男性的死亡率竟然是女性的3倍。单从数据上看，你甚至会纳闷，男人怎么比女人还脆弱？实际上，当一个男人卸下伪装，承认自己抑郁时，他真的已经到了用尽所有力气也难以自救的地步。以前我也以为这是因为男人逞强好面，但后来朋友的一件事儿让我彻底明白，符合社会规范的男性身份得有多强大的心理能量。他父亲出了车祸，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当时我也在场，而且完全吓懵了。但朋友在家人面前表现得非常镇定，一遍又一遍安慰母亲。最后送走了家人，我发现他一个人瘫坐在楼道里，身体不停地发抖。好在他父亲脱离了危险。事后我问他，他说那个时候如果自己不撑着，家就塌了。男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男人，而是在社会文化和家庭责任的双重规训下，逐渐进化成男人的。在进化过程中，那些不符合社会身份的男性特征会逐渐被抛弃，其中就包括展示脆弱。5岁的时候哭，可能还有人安慰，但15岁再哭，就会被提醒男儿有泪不轻弹。到哪种地步才算抑郁呢？你总不能看我不开心就说我抑郁，对吧？根据精神疾病与诊断手册第5版的定义，抑郁症状一般表现为这9条。前面2项作为核心症状，如果占了1条，后面7项如果占了3条以上，而且时间持续2周甚至更长，就要注意了，可能有轻度抑郁的倾向。除去这些共性外，我更想给大家分享的是男性抑郁特有的症状，因为这些变异的症状往往又加深了社会对男性抑郁的误解。生理上的不适，在很多调查中，男性抑郁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我的快乐消失了，而是体现在各种莫名其妙的身体上的症状，比如头疼、背疼、肠胃问题、睡眠紊乱等等。也正是这种把心理痛苦转化为身体信号的独特方式，导致男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只能频繁抱怨：头怎么有点疼？最近熬夜太多了，身体真是不如从前了。这些问题倒还说得过去，但牵扯到男性能力，真的是难以启齿。研究显示，男性抑郁会影响欲望和能力，不幸中的大不幸。一些抗抑郁药物也有同样的效果，所以嘴硬真的是男人最后的倔强，不然不仅会丢掉社会性别，可能连生理性别也保不住。失控和暴力倾向。美国心理学家安德鲁·所罗门在《正午之魔》一书中提到，男性对抑郁的感受方式不是退缩到意志消沉的沉默中，而是会表达成一种易激怒的状态。很多冲突性、伤害性的行为实际上是男性抑郁的表现。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敦厚老实、人畜无害的人突然变得喜怒无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情绪行为双双失控。有的人只是碰到堵车就各种问候全家，
有的人对家人的无心之过大打出手，虽然这是长期压抑的结果，但我绝不会为任何错误行为开脱。如果你遇到家暴行为，不管他是父母还是爱人，请第一时间求助于法律。男性抑郁或许值得同情，但借抑郁的名义实施暴力行为就非常可耻了。三、物质或行为成瘾。我发现男人是没有一顿酒解决不了的问题，被领导骂了，被女朋友甩了，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多了不说啊，都在酒里。2023年的一项研究找来了一些男性抑郁患者、女性抑郁患者和非抑郁的人群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我们几乎能用饮酒的频繁程度来预测男性抑郁的严重程度，当然也包括吸烟、药物依赖和强迫性过度工作。也就是说，男性对某些行为越成瘾，就越有可能是抑郁的表现。没有这些伤害身体的成瘾行为，是不是就没有抑郁？很抱歉，如果你喜欢刺激的冒险活动，比如攀爬、越野、赛车、跳伞，那么你强大的外衣下也可能隐藏着一颗脆弱的小心脏。男性要么是把抑郁情绪埋藏在内心深处，要么是通过外化的方式顾左右而言他，这也再次加深了社会对男性抑郁的误解，可能是身体不舒服，可能是控制不住情绪，可能是沉迷享乐、玩物丧志，就是不可能得了抑郁症。要搞清楚男人为什么不愿意卸下伪装，我们得先看看他们是如何穿上伪装的。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把现代社会称为供给社会，他营造了一种假象，社会资源是按能力分配的，只要你有能力，就会得到相匹配的钞票、地位等等。于是，人们为了追逐这种可能性，心甘情愿的自我压榨、自我剥削，来实现自我价值。可事实上，就像上野千鹤子在一次演讲中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努力也未必有回报的社会。当我们竭尽全力也没办法达到被外界认可的标准时，我们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自己。为什么别人可以，我做不到？当初要是再努力点就好了。一定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在长期的社会压力和自我否定下，抑郁也就顺理成章的滋生蔓延。所以供给社会就像是一个流水线，批量生产抑郁症患者。根据世卫组织2022年的统计，全球有超过3.5亿人罹患抑郁症，近10年来增长速度达到18%。我们改变不了社会的定义，但我们至少可以关照自己。接下来为大家分享3个维度的小技巧。不过先提醒一下，这些方法只适用于轻度抑郁的小伙伴，如果有严重抑郁的症状，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心理医生。一、转换思维。作为一个男人，你的社会身份可以有很多，儿子、丈夫、父亲，也正是这些身份构建起你身上的责任。但你有没有想过，父母、爱人、孩子，他们可能不需要你有多坚强，而需要你足够真实。健康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相互理解、支持和尊重上的。当你在家人面前伪装自己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疏离。而如果再用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来掩饰抑郁，又会对家人造成2次伤害。所以，想成为家人的后盾，首先要学会依赖你的家人。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不是因为优秀才会被爱，而是因为有了家人的爱，才让我变得优秀。当然，作为家人，如果你发现你的父亲、丈夫、孩子有抑郁情绪，千万不要误解为软弱、矫情、无理取闹。他们表现出的那些症状，真的只是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在海面下还有太多是你看不到的。2、安抚情绪。不管什么时候，不要回避第一反应，因为这才是最真实的情绪。不开心就是不开心，当你用我没事掩饰后，内心就多了一层阴影。它虽然不会在当下造成什么影响，但以后某一天的情绪失控，谁能保证它不是其中的一个幕后推手呢？你要做的是先标记第一反应，只是标记而不是发泄出来。它的作用是让你觉察到自己的情绪，理解背后的原因、需求和期望。比如孩子把水弄洒了，如果你想发火，标记一下，然后让自己等一等，只需要短短的1秒钟时间，大脑就能对外界的信息进行认知重构，就是对事实进行重新解读。孩子可能是想独立做一件事儿，证明自己长大了，这样想你绝不会再发火了。如果你说服不了自己，那就在标记之后找个安抚情绪的私人空间，做点能从中获得快乐的事情。喜欢吃就放开吃，喜欢打游戏就玩2局，把负面情绪都转移出去。另外，冥想也是公认的有助于情绪管理的方法之一，所以哪怕你每天只有几分钟的贡献，也可以试试看，相信我，亲测有效。3、锻炼大脑。你可能不知道，抑郁症的很多症状是因为大脑结构发生了变化，比如情绪失控，是因为前额叶皮质对大脑情绪中心杏仁核的约束力下降，导致杏仁核始终处于敏感状态。再比如丧失动力，是因为大脑中多巴胺和血清素这些与快乐相关的神经递质的水平降低，我们没办法在奖励机制中获得快感。
不过有一种行为不仅可以改善情绪失控和动力不足的问题，还能强化大脑的认知功能，那就是没事走2步。当我们散步20分钟，就能提高前额皮质的活跃度，这个效果可以持续1整天。运动时的生理反应跟情绪失控很像，也会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所以运动相当于让身体适应这种生理变化，这样大脑就知道这些反应不一定都是坏消息。下次在情绪失控之前，它会自动调节，情绪管理的能力也就得到提升。另外，跑步5分钟，大脑内多巴胺、内啡肽和血清素的浓度就开始提升，带来满足感和愉悦感。而且运动能加速血液流动，给大脑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对改善大脑疲劳也有一定的帮助。一来二去，动力也就明显增加了。一位男性抑郁患者说，我就像一架厚重且只有低八度的钢琴，任何能代表欢乐的音乐都不会出现。所以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大脑经历着什么，但我觉得正确认识抑郁症，不对他们存有偏见和误解，就是对每一位患者最大的尊重。最后，也希望屏幕前的宝子们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在追逐理想自我的时候，也可以停下来缓一缓，看看真实自我，也会发现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边总有一些人默默的关心你，爱着你。